看到的大部分的比赛的状况，但是在前2天的比赛当中，发现慢慢在被打破这种局面。来吧，双方的第1局比赛，蓝色方的 KSG 和红色方的成队商会。同时，红色方的话，今天看一下张伟的 BP 方式会不会有所改进？他盾山最好别放一些强势英雄，在之前的比赛里，在前几局放的其实是比较多的。对，班关羽有点想拿狂铁的意思。盾山不放，其实鲁班大师这个点是可以，第一把可以放，是可以放的。像老虎啊、镜都在是可以打的。对，那盾山放出去是真处理不了，配合太多了。大司命搬掉，针对中艺。AG 的第2班，要不要双放？双放了，鲁班大师、空皇都在，外面还有沈梦溪，怎么拿？鲁班大师，机关是数字，外面有老虎，有镜，杨玉环也在。朵利亚要直接杨戬吗？很直接，暴力拆解。今天就是 AG 暴力破局，做改变的第1步。对。有的改变真的需要点契机啊，可能看看他们今天打法上会不会变凶。而且这手杨戬也劝退了 KS 这边出裴行虎。杨戬打老虎确实好打。夏洛特要不要拿父子？还是不拿了？王昭君。美丽的事物。就如果顶着这手双大杨戬出父子的话，前面会非常难对抗，压力太大了。对，很难拖到后期。AG 是有沈梦溪的，对，今天是冬至啊，也祝各位小伙伴们、屏幕前的观众节日快乐啊！嬴政，配合到朵利亚在顺风的时候可以双大压塔，对，就是在杨戬打出来优势之后，在压塔的时候可以给嬴政无限的优势。是的，这会不会是一种信号啊？就当第1局拿出这个阵容的时候。因为常规来说，其实之前 AG 在有朵利亚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在红色方直接出双大杨戬。是的，进攻性明显强了一些。鲁班7要搬掉，all in 搬掉，没问题啊。因为 H 这个打法的话，在发育路上的一诺应该是一个自己玩的态势，有点想拿吃叉的意思啊。镜，但镜的话应该是一手呆射。虞姬，狄仁杰搬掉了，很针对，主要看这手吃叉搬不搬。KSG 是肯定是想去拿的。艾琳跟鲁班大师的搭配，是的。那这有点虞姬的意思哦。这个是一诺英雄池里的一个英雄啊。对，4公阵搬掉，虞姬直接拿。就这手艾琳搬的太明显了，对，让一诺这边对线会更舒服一些。吃叉还是拿，就也是比较明显。就虽然说你有2技能能够挡我的一个伤害。露娜这么有说法吗？第1把要锁了吗？换了仓。这个不重要，没有人在意。现在这2个英雄出都在看后边这个。锁了，很自信，很坚决。而且这把现场响起了一片欢呼，自信的表现。你看，还是得非常规。对。而且这把其实 KSG 的前期是没那么强的，所以 AG 在杨戬和朵利亚都4级之后，会不会考虑进一下露娜的野区？可以，这个很关键，因为其实他的整个5个英雄放出来，前期的强点很弱，好像在苍这个点上，但苍也不能算是一个绝对强点。有可能 KSG 会做一个双边换线，确保圣曼图的一个兵线能够拿优。然后来保证露娜的一个蓝区，是的，不然你怎么对线都占不到便宜。王昭君这边肯定也是没线权的。但这把又让我闻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。2边都在做一些大胆的改变。是的，不过确实是这样的。当你经历了一次可能在自己意料之外的突如其来的失败，然后你来到了败者组，你必须得做出一些变化，你索性就去大胆的做改变好了。是的。而且今天这场谁输谁淘汰啊！但别说，其实这个露娜，你看 AG 这里他其实没太多硬控。对，其实露娜的话，只要自己不出失误的情况下，句号的手法是不太用担心的。这个露娜应该是会有充足的画面，就得小心第一时间得把对方的闪现给逼出来。是的，就单靠杨戬的2也要控露娜是非常难的，不太好控。而且他基本上来讲，你双大杨戬的情况下，你在正常前面的话，你应该是一个先手点，你会压进去的一个先手点。对，
这个阵容如果除了杨戬的2技能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没有控制，也没有先手，所以说是以打进野区压资源为主。所以说这把句号在中期的发挥空间很大，对，但也得考验 AG。在我前面说到的杨戬和朵利亚4技之后，但是要搞野区。还有一点 ，KSG 你怎么能够过渡到句号的强时期？对，怎么过渡到中期这个阶段？因为 KSG 这5英雄这一把确实前期很弱，但是真的很难得，就是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没开打到10个英雄选完之后，应该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。我们的胃口已经被拉得很高了。大帅选择了带进化，没有问题。因为这把 KSG 的控制太多了，王昭君、鲁班大师，这场比赛好像有点朝着不可预测和陌生的方向去了。确实啊，两边都没有退路了。我们没有去统计过今年在挑杯目前为止的第一局比赛赢下来的胜率，但只能说在整个今年的其他比赛当中，在前一段时间里的比赛当中，特别是年总里，可以说赢下第一局的队伍，他的胜面有点过分的高了，非常高。在整个的淘汰赛的过程当中，好像只有一场比赛是赢下了第一局没赢下来的。巧了，我跟你说，还就是场上这2个兄弟，其他的比赛第一局就赢下来的全吃。所以说特别考验 BO7第一局能不能吃分了。没错，双方的第一局对抗，今天究竟谁能够在败者组先拔头筹，为自己拿到关键的1分？其实真的到底在哪儿碰到什么样的对手，这事儿重要吗？不重要，也许会让大多数人的预测倒在一个地方，但说句心里话，你想要走到最后，谁你不都得打吗？大家一年到头为什么碰这么多次？因为强队就这么多。是的，来吧，双方第一局比赛，蓝色方 KSG， 红色方成都 AG 超晚会。全军出击！常规开局，句号的话这边是蓝开，往下刷，只要确保露娜的2片野区安稳到4 ，KSG 就是非常能够接受的。对，其实这也是他们可能对对方的研究。哎，这个赤甲被一诺的一剑抢到了，那很赚啊！额外收益，一个人在3个人的手中抢到了这个赤甲，但这个红隼想抢的话就比较难了，除非再来一剑啊。对，差1点，差151，就故意等了一下。没有着急去 run 这个红隼，这个的话只能是让 KSG 2个人去压虞姬的位置。是的，他也没办法，他不能挡。上路的空间之灵被 AG 手下，一边一个。就前面其实这都是开胃小打小闹，主要是看夺姐这边4级之后。对，就是两边的这个阵容选出来的话，它不像那种平常我们看到的常规阵容，说你可能前面几个野怪拉个700-800经济能解决问题。这2支队伍就是只要没打进野区里去。都还好，对。要是有一波真的一头扎进对方的野区，特别是如果双打杨戬能够进到露娜的野区，那才是 KSG 最麻烦的地方。因为在 KSG 里，他们还是比较乐意去拖一个后期的，只要能平稳发育就行。是的，狗上去晕2个，伤害有点高。露娜还在飘，拉完4血也是正好拉走，两边第一波打的有点刺激。而且王昭君的这个2技能也是劝退了杨戬。刚刚如果硬要打输出的话，容易被冻到。这波都拉满了，第一波中1选手，第2波句号1打3飘进去。主要第一波碰的有点凶啊，但也能看到这个态势啊，这个火药味已经很重了。对，而且其实这个露娜是有点不好控制，而且前面其实大帅已经交了进化了。就大家最好的方式好像是各砍各的人，对，跟过去往塔里走，上下都有点高，但是还是打不掉。但明显的话，在前期的碰撞比前面变多了起来。不让你吃兵线，挤过来，这一波就是要硬卡你的钱。这样的话，应该是卡掉了夏洛特2个兵。哦，这个刀吃到了，卡掉1个，虽然没补到尾刀。第2波空间之灵依旧被 AG 收下，来得很频繁。拉回来个杨戬接动跟上，但是伤害第一时间应该是够的。大招吸点血，但是走不出大招的范围。如果你回头的话，还在里面，再反手跟去曹操补个人头之后再开大招，还能继续砍。鲁班大师给人链子的话，自己也得拉走，回头再给一个冰冻，但是没有伤害了。但另一边的露娜反应速度也非常快，句号直接一头扎进了杨戬的野区，直接反倒也算收尾。其实这波能接受，主要这一波中1的韧性大概在50左右，所以说被控制时间还是比较久的。没有到几乎法天象地的一个状态，对，被鲁班大师王昭君接 combo 了。这个时候句号在刷下半图的野区的时候，
知道你上半图打野漏了，直接进到了杨戬的蓝区，反应速度掉了。非常快。这样其实这波感觉 KSC 是能接受的。刚刚的位置也是没办法，就是王昭君那个大招流浪扑的位置确实好，就中医那里已经出不去了。对，但是现在镜头切回来，来回这么一转，其实现在最大的对于 KSG 来讲的好处就是露娜的经济它没有受到任何是领先的。就是现在这么看下来，以整个前面3、4分钟的状态，就句号只要个人失误上他不要断大，他这把的发挥空间其实真的蛮大的。是的。所以说 AG 这边尽可能得早点把这个魔矿章给做出来。但露娜这个英雄其实怕的就是这个。哎，龙团之前把法天象地给逼出来了，没办法，这个时间点控制不住，总归要碰一碰的，我不可能完全去规避对抗。这样其实 AG 上路也在打，就不太好拿了。对抗路两边在追着跑，两个人现在谁都没法脱身，缠在了一起。这样的话 ，KS 可以轻松的把这条暴君控了下来。主要还是前面露娜把那个蓝 buff 反到，导致这一波是有第一件成装，然后又在龙团之前逼出了杨戬的法天象地，所以说这波 AG 直接放弃了第一条暴君的争夺，稳了一波，拉回来，嬴政接动，再跟伤害一波对抗下来，拿到了长生的击杀，然后侧边再飘，再进场，两个人中间鲁班大师跟一手控帮助留人，但这个位置伤害看起来稍微是少了一点点，拉一套再走，狗上去，回头跟过来补了一套伤害，但是一诺这个位置手有点够不着。哇，这一波 KSC 的配合又拉满了呀，又是一波婉星和流浪的配合，拉到之后直接接动，然后句号想2次进场，但是被 AG 这边给规避了。他打得很凶啊。他这把的话，确实在前期的话，鲁班大师没把自己当一个保护点，而是跟这个王昭君做 combo 点的一个存在。还是那个问题，只要前期一旦 KSG 没有被进野区的情况下，他们中期就是好打的。而且现在露娜是一个处于超前发育的状态，而且现在杨戬有点跟不上他的发育速度。就露娜这个英雄，他的发育速度是在选手这里不用质疑的，刷野速度很快，刷野速度非常快。来看一下这一波，隔墙没有交闪的情况下拉到接动。这波感觉有点简单了，很娴熟。是的，虽然说经济两边持平，但现在已经来到了 KSG 优势的阶段了。这个好处是他的双边的这个发育曲线是很好的，就双飞跟虞姬后期能力很强。对，而且嬴政也拖得起，但就是这个露娜在中期，特别是10分钟那个阶段，如果他不断大的情况下，是很难处理的，解决不掉。对，但这把要断大很难，很难断。没有一个特别硬的控制，对的，狗上去逼闪，拉回来，冻住再砸，但这个杨戬有点硬。目前的流浪跟婉星的成功率是100%，而且中艺现在的鞋子应该是抵抗鞋，对，他这把可以更快的进入到法天象地的一个状态。那说实话，这个 combo 其实对他们来讲，特别对于流浪这个级别选手来讲，相对好接了一点。对，因为最早的时候 Kimi 更多拿跟王昭君接的是鬼谷子，那个可比这个难接。主要看鬼谷子这个距离控的好不好。是的。双方射手经济持平，但是打野位的经济还在一点一点的往开拉。其实这把 AG 杨戬、嬴政加朵利亚还是比较容易被拉的，这个距离一定要把控好。是的，像一诺这边他是有大招，那这几波都是 KSG 先动的手，其实变相的这样的话 AG 也不好主动进攻。而且每一次 KSG 先开的话，封消他的环境会比较好。但是 AG 这个阵容拿出来，肯定也不是想做防守的。对。主要还是前面上路那波1换1，换的有点亏。主要死的是杨戬，是的，也去进不了。中流浪直接拉开距离，不给中艺打伤害的机会，同时反手扑了个大招，压低了杨戬的状态。这样的话，这波蓝区其实也是一波防守，直接飞过去拉一段回来。这个血量的中艺不太好再往蓝区里走了，只能一诺抽一剑试试看。2闪留人，非常果断，这个位置补了一剑之后，自己可能难走，再被粘中。这波稍微有点草率感觉。其实第一时间杨戬残了之后就没必要硬去挤 KSG 的蓝区了。其实当时是中艺知道自己进不去了，句号也很大胆进去飞了一套压的状态，然后一诺想的是抽一剑试试看，但是抽这一剑 KSG 完全不管，立马转移起火，掉头就打你，拉杨戬接动，秒了，法天象地跟不上啊！这样的话红 buff 可以反，上一塔也能拆，倒反天罡了，这个局面不对劲了。因为我们在 BB 的时候就说 ，AG 这把拿到双大杨戬之后，前期是要进野区的。是的，你不进，给这个露娜超前发育也拖了起来。就从那一波露娜反了杨戬的蓝 buff之后，整个节奏就不对劲了。当露娜开始进杨戬的野区的时候，问题就严重了。是的，
而且那波杨戬死之后，经济差直接拉开。他这个出现的问题很大，因为就是在 AG 的视角里，最好的画面其实肯定是那种嬴政压在杨戬压在正面，背后嬴政给火力支援，大家往里走。对。但现在的 KSG 他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大家直接短兵相接，就这样，我见面就开，我也不给你消耗的机会。然后杨戬的法殿上帝是厉害，但有 CD， 只要你在 CD 里，鲁班大师跟王昭君就能治你。就除了杨戬之外的所有人，一旦往前面敢输出，婉星就是可以直接一技能去拉了。甚至杨戬他也开。对。而且每一波都是等他法殿相帝快结束的时候，那个韧性不够的时候直接拉，控的会比较久。然后在这个层面上 ，AG 还要去忌惮一下2段进场的句号。这有一个将近8000经济的露娜会在团战打到一半的时候飞进来。所以说目前来看，这一把10分钟龙团 AG 还是非常难接的。是的 ，KSG 这把中府的配合太好了。拉回来，再接上多，这是极限时间的动，但有进化的大帅能够拉走。但问题来了。这个9分钟的进化没进化了，10分钟怎么办？对，第一时间大帅是想省的，但后面发现 KSG 集火的人太多了，不得不交这个进化。2个3800经济的人，把整个局面搅崩了。只要控住，后续夏洛特和露娜是能够补伤害的。真没想到这个阵容靠的是这2个人的combo把局面打崩。确实没想到在第一局 KSG 直接选择了一手露娜。是的，制霸野区成7。连续的正方形打野，但是如果这局这么吃下来了 ，MVP 大概率可能不是打野位，感觉是中府的其中一个。因为这把的句号非常安逸，而他安逸的点就在于队友给他营造的非常好的环境。就这把中府前面节奏开的太好了，上路一波，野区一波，下路一波。这样的话，他现在只需要安心的发育，然后在关键时刻出手就够了。他现在这个9000经济的露娜 ，AG 真的是不太想跟他碰面。玩到野河是最喜欢这种中府能够一直搞事情的，现在能制裁他的。只有他自己，没错。暗影暴君 ，AG 应该直接放了。风萧也很舒服的把自己的破晓拿了出来，就这种局面，射手最喜欢。还要过来看，拉回来接动，直接再跟上 combo 成功率100%，目前为止。这波就没必要了呀，就前面9分钟已经交过了进化，而且那个口子被 KSG 卡死了，看不了。大帅就没必要过来硬看的。有进化的话，这波是可以去看一下的。那风萧是最开心的。就这种局面的射手，只需要埋头发育，什么都不用干，几乎就是找输出环境，也不太需要找。对，前面鲁班大师、王昭君全都把事干了，他能点到谁就点谁。将近11分钟的时间，句号的经济要达到1万了。现在一击就只能等 KSG 压高的时候，看句号会不会断大。而且他这个装备容错率很高。不谈渲染这边曹操后期怎么样，一诺的团战。很难打，这个露娜飞进来虞姬怎么玩？哎，但这个位置角度还不错，这边要靠，哎，开大招压一步，但是砍不上去。就后面也是选仓的好处就是，第一时间一技能加一个普攻可以拉开。是的，1万了，大招压位置，这个2塔下波最好放了，转回去很稳。第5卷做的是破茧之一哦，容错率非常高。他这个就有点像上一场比赛的感觉，就是我10分钟前经济优势够大，我直接在10分钟前把闹钟摔了。就是你既然不敢来看龙的，就不存在10分钟龙团的事情。就2个伏笔，首先是一诺10分钟，这里是没3件套的。流星其实经济是更高的，他不是很怕。对，其次就是9分钟那波逼出了大帅的进化很关键，2个伏笔。就是基本上这局的婉星跟流浪是 CD 一好就在动手，他们的技能释放频率非常高。因为前面 AG 是没有选择动手的，但是 KSG 一到发力期，露娜第一件10之语言做出来之后，立马找机会就直接跟队友搭配合。而且感觉动不了手，就他们动手，因为他不是那种说我先手开团式的动手，他是直接压你人的，得直接打状态。但是因为对抗路碰了那一波之后，好像一下子错开了那个阶段，就拉开了打野的1000经济差。再想动手的时候就难了，没办法动手了，每次都是被 KSG 先动手，野区就进不了了。经济差马上5000，得拖啊，这只能拖。这个露娜的经济，现在拖了不一定赢，不拖一定受不了。而且流浪这边第2件直接做的是辉月，句号最后补了个不降。你没看错的话，他现在装备很硬，因为 AG 这边3个英雄都是吃攻速的。是的，飞进来，跳进去，拉一套，再飞出来，稍微打的有点刺激啊，感觉。法殿相帝拉的时间比较短，这波感觉龙用的不算特别的转。
感觉有点浪费了。对，这个龙好像没干到。最好是等龙兵进去之后，再选择借兵线去作为把对方的人赶走，让苍去点这个高地。这波等于自己到状态，但是上高的血量是完全没摸到。哎，这波逼出了一诺的闪，那还行，有点收获。反扫，就后续，特别是 KSG 拿完主宰之后，最好尽可能要利用好。哎，这个3条主宰就拿了一座2塔，很亏啊，其实是亏的，对，是一个负收益。以他们的现在经济领先来讲，这一条主宰就拿1座2塔的话，收益相当低，而且会导致下一波 KSG 开第2条暗影暴君，这个高地也是很难推的。经济在缩水哦。而且露娜其实特别是露娜越到大后期，它的收益其实会没那么高。它的曲线是一个 N 型曲线。对，因为经济领先大部分都在露娜对于杨戬这个对位上，一共领先5000，打野队领先了4000。接下来这2条龙很关键，尤为关键。特别是这第2条的暗影主宰，一定尽可能要去破3高。现在在 AG 的双边这里，他其实中期一度已经算是比较稳了。他现在经济虽然还是落后5000多，但看一下双边的经济其实还是不错的。主要是打野对位，一诺已经4件输出装在手了，最后一件应该是个魔女。渲染这里的话，这是曹操啊，这英雄永远小看不了的。魔女也穿好了，这一波3线，看能不能破一路高。那下路兵线应该也能被清掉，开个大，应该能拆，顶着，那还行。终于是在第2条暗影暴君拿完之后破下了下高。你要这个经济就是15分钟还拿不到高地，那其实就是很亏了，就很亏了。就看下一条暗影主宰能不能把3高破了。对，因为 AG 现在手上已经3件魔女了。哦，句号换了一个帽子，是不是鞋子换的？等会儿看一下，他现在的输出是非常爆炸的。真正的6神装压过来了，再点链子回来也够了，差不多等于是掉了。对，哦，鞋子换帽子，他这个1323进场会非常爆炸。马上 AG 等会儿就是4件魔女对服，在等暗影主宰了，就上路那个高地随便卡 C 的时候点2下就掉了。对，下一波是 AG 最难守的一波。KS 一定要抓住，这个基本就等于3高差不多了。对，这条主宰拿完，因为这个上高已经是形同虚设。就这一波可能是 KSG 要终结比赛的一波，他们一定要抓好，不然万一真的拖到20分钟，其实就是个未知数了。就你哪怕到20分钟，你有这个双边的高地优势，你肯定还是占优的。但是毕竟夜长梦多。对，这波是把暗影之金放在了中路。有一个免伤，往前逼位置，夏洛特卡在侧面，王昭君在正中间，先把上高点掉，上高点掉，还有一条大的龙兵，一闪逼位置过来，直接拉接冰冻，打了一套跟上去，抢秒在大招里把中艺砸掉了，杨戬没有机动性这件事被放大的很厉害。这样的话可以打持续吊点，要直接破3条龙再往前走，正面上他压住位置，泉水门口接把一诺打出了闪现，自己再拉回来，第时间没有导弹，龙兵进来了，趁水晶不管37-21，第一局比赛我们恭喜 KSG。这就是我们说那个点，当你来到了败者组，而且你看到了